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本来是已经约好了下午一起和朋友逛一家，但是由于我个人起晚了的原因，所以可能再去那里就太晚了，就变成了晚上和朋友一起聚会吃饭聊天了。所以现在我要坐地铁和他们去见面。我是要从南开区坐地铁，然后到河西区那边，所以中间要转车。在我坐地铁的时间段里呢，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期，所以我也是很久没有看到有一些人然后很忙碌的状态。现在天津的地铁呢也是飞速的发展，也是环绕在市中心建了很多不同的线路，非常的方便和快捷。哎呀，太磨叽了！大哥已经到了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人地库了。你要买面包吗？饿的不行了。那你不是马上就吃了吗？马上就，你这上磨叽还马上。哎，那咱俩要是到了那个哪儿，咱俩直接饿趴下了。你没吃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我也要低了。对呀，你不低血糖吗？这磨叽半天。你吃哪个？我不吃，我想喝水。你吃吧，你拿吧。我拿一个不太甜的。啊，蛋糕，小青蛙，为什么不是绿色的？赶紧选。草莓。那更甜。我去，你就来个那个。带娃子吧。草莓。行吧，那好。你吃吗？我不吃。草莓啊。哎。嗨。差不多了。看怎么样？这还行。GoPro 哎，现在 GoPro 那么大了，我都 GoPro 这么大个儿。因为我跳的壳干嘛？哦。然后还可以用手机控制。我挺喜欢吃泰餐的。那你喜欢吃那个越南米粉那个？应该太有。那咱今天就应该，我一开始说让你去伊兰，去伊兰。你不是日料吗？对，那有一个日料，然后旁边一特隐蔽的有一个那个越南菜，特别好吃。我跟我媳妇总去吃。那我们开车去吧。可以，没问题，说吧。花得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先买点东西吃，这样我你别吃了。啊！你为什么今天那么有空啊？是因为你老婆现在出去，你又可以恢复单身那么几个小时了，是吧？不能说的这么的那个什么直白。不是是什么？是我出差了，所以我不用回家给他做饭了。那他不会得打电话查岗吗？应该会吧。不是，这你关键点你是他不用做饭了。对，我不用做饭了。我能先买个水吗，同志们？买呀，哪儿啊？那儿。太难了！我平均算了一下，我一个月的工资刚过全国低保线。不是，现在不都这样？你们还加班吗？现在？没有，我就没班可加。为什么呀？没活？没活，没让我。3位。
你问一下前面还有几个人？18个人，18桌还是18人？他这个18桌他是不准确的，因为有人拿着票他就走了，觉得要等，他就走了。能扫怕过号是吧？扫一扫。应该扫一下。不是，咱先说这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我们俩没压糖，啊，怎么样？就是牛油果跟有是不是有那坚果什么的那个？他喝的那个是坚果，我就要一个纯的。要不咱就开车去吃那个去，反正也得。那你问萌萌，反正我要不然就那个，但是那个我跟你说啊，就不是就跟这种馆儿似的，就不是餐厅。那倒无所谓，它好吃就行。哪儿啊？好吃实惠就行。这个弄死你们！等会儿找吧，我给你看看那个，然后它的那个，这是那叫什么汤的吗？锅仔啊？不是锅，就是一个汤的，然后这种，然后有那种拌的，还有倍儿好吃，正我觉得挺正宗。OK。我一会儿就饱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吃啥？正在点，我点了一个木瓜沙拉，我点了一个，还有一个那个炒牛肉蒙粉。反正我觉得啊，就这种，就那大菜叶子上搁的这种啊，还挺好吃的。不行啊，我不吃了，我饿死了。你们俩真是不管你们了，我就饿的不行了，我靠！这个薄荷特别香。那个鱼露哪儿？这个。哎，鱼露。巴萨鸡肉粉。嗯。哦，这个。这是鱼露吗？这不是啊。那个里边是米粉。哦。有鱼露吗？要鱼露是吧？啊。好吃。好吃。我看你吃鱼露吗？我来一点儿。鱼露尿酸高。啊，这玩意儿。他拿什么做？我一直不知道。就是用那个海鲜还是鱼身上的。就是海鲜，鱼呀、虾呀什么的。我以为有什么醋酱。不是，那么臭，你想想。对，鱼露还是挺有营养。发酵出来的，挺有营养。我喜欢吃这个泰国酱。这是啥？酱油吗？哪个？那个吗？酱油。海鲜酱。哦，海鲜酱油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尝尝这个。好吃，挺好吃的。那个是咖喱吗？有一点。反正就是那泰菜。沙茶酱那种。好吃吧？我朋友前2天去那个泰国，他说贵好多，比以前贵很多很多。放这上。好。大市城有这店吗？还有就是一家，真的。就这家。你可以点外卖，我都点过外卖。从这儿送到南开？河北都送。多少钱？起步价几十吧，看一个就得5、60。妈呀，那我打个车过来吃不好吗？对，不是你都不用打着坐地铁就到了，而且你不用出地铁，还是从地铁直接进来，就是冬天也特别方便。我们家也是离地铁近嘛，一下就过来了。你那个是在国外买的是吗？这个，对，那叫什么？
就奥奥克莱斯，不是，就那个，然后我知道老佛爷，不是老佛爷，老爷旁边那个春天。巴黎春天，巴黎胖当。我跟你说，你直接坐地铁，迪士尼前一站下打折村买，巨便宜。对，我哪认识？不认识。我还去过一次巴黎。他们都让我干代购在巴黎的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他们，就我媳妇儿也关注这个了，在搞啊，赚不了太多钱。终于知道他们赚什么，他们赚的就是退税钱。对，不是，他们跟店里人都认识，有专门的中国导购，然后跟你联系，然后他们就返点拿最快的那个号啊，什么那些限量的东西。如果你买小一点的东西，就什么都有的那种，像帆布包啊那些东西，那就他能打折，说他囤完货之后，囤便宜之后，他贵，他原价卖你，你就觉得便宜，明白吗？因为还有运费钱呢。好的。啊，对对。拿那鱼肚蘸着吃就从标上面拌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要不然对，漏它那个肚肠。就拿这倒，往里倒。包学会之后自己回家自己包。我就会包。那个蒸饺皮哈，对，泡水，这个就会包。这个加了吗？加了叶子。哎呀妈，都来啊！主要是有这个薄荷，这是。哦，好嘛，应该先把这叶子放底下，行吗？拿鱼露浇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得把这叶子给切一下。叶子不包着吃吗？你们都是包着吃的吗？对啊，我们就是他们不吃啊，凉拌面。他这就跟包着吃，跟那个什么似的。沙爹。OK， 够了。都挺好。这个我是，这个挺好吃的啊。这个中文中西。我点它这块，这个叶子特别好吃。这叶子能吃？能吃啊。这个啊？我说这个叶子，吓死我了。这个面以前是我们的工作餐啊。我们以前在巴黎的时候打工，就老板都是南方人嘛，然后他们就不会让我们去挑这种肉的东西给我们吃，挑素的呗。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好卖，虾片也比较好卖，不让。然后工作他们天天都吃这个粉，他会做一堆粉，然后里面会搁一点虾、柠檬，但挺好吃，但是挺好吃，就是天天吃有点受不了。巴黎什么打工也是主要在饭馆是赚小费。也不是，你知道男生比较有优势，因为男生干日餐挣得多。女生一般就是服务员，在前台有小费。有啊，但是老板不会把小费都给你。啊，小费不是自己收拾吗？他会分，他会比如说一个月平均分，大家分一点儿。我之前就遇到过，因为你在前台，如果你语言好，跟人家聊天什么的，有人比如说他给你小费，肯定是觉得你服务的好。那服务一般情况下都是前面的人服务，对吧？比如说那个人就会说啊，我就想给你2欧小费，但是这个2欧小费不能说直接进我口袋，就必须得放到前台的盒子里，然后老板娘之后分。就很不公平，但是他法餐就是在法国的那个老板的地方干，那小费是你的就是你的。我当时去中餐打工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吃免费的中国菜，所以我就去打了2个月的工。那他们那是老板。然后，当然他有的时候也会给你打包，比如说一天如果剩下的一些菜或者是不能吃的也会。以前你知道吗？你周围的邻居如果有中国人去干日餐，每次都一杀一条三文鱼的时候，那个鱼头都会给你拿回去，然后你就可以去送人，都吃不了的那种，然后就寿司什么都可以免费吃。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跟就是干餐馆的人在一起。你要干别的，他肯定不会往家里拿什么东西嘛。但你干餐馆，你既赚钱，你就可以拿东西。那你中国人你在外面，你可能吃中餐的这个几率比较少。那你是当什么服务员还是？对啊，服务员啊。那你觉得在餐馆有像他们说，就其实挺累的，然后得什么，还得什么扛东西卸货？啊不，那是二厨干的。二厨就是后厨，就比如说切东西、削土豆，但是我们也会，比如说要包春卷儿，也会包个1次2次，但是主要是前面，就如果有人的话，前面的前台的，比如说做一些餐前酒啊，然后就是给客人点餐呐。或者有一些问题啊，拿盘子呀、收盘子呀，这种。那收盘子、刚擦桌子什么的，摆的那种，是，就是
服务员干的。对。但是国外跟中国不一样，中国的吃的东西会比较脏嘛，外国就是一个大盘子，人家也不会特别，所以我们干完餐饮的人，我们都不会把东西，就是你去个饭馆吃的就是特别凌乱的那种，就人家不好收嘛，就开那个红酒瓶，他不会开，然后我直接把酒放那儿，把那个起子放那儿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开，然后那人说没事，我来开，然后老板娘就瞪我，大眼睛瞪我。他们不培训吗？不培训，都留学生培什么训呢？我这次去，我能感觉到疫情以后，确实对咱们不是特别友好。为什么？而且我碰了好几次，算歧视吗？肯定算。怎么个歧视法？比如说有一次是过安检，行李啊、什么手机啊什么的看，然后进之前你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？不是，就在德国。德国是这样，德国法兰克福。就是这样。导游跟我们说，就德国人他不是歧视你中国人、亚洲人，他是歧视，他是歧视所有人。对，他们是最正宗的。对，那个德国，我跟你说，德国我见过有一个男的连袜子都脱了，光着脚排队安检，皮带、袜子，所有的东西，包、外衣全都脱，就是那种。我媳妇儿什么拿了一个跟保温杯嘛，他们喝水嘛，热水，然后进去人问了说需不需要那个倒掉，然后他们说的是。啊，没事，你喝一口就好了。你倒是拧开喝一口。然后过安检的时候是一个女的，然后跟我媳妇说这个不能带进去。然后我媳妇说哦，那然后旁边不有那个垃圾箱吗？我媳妇说那我就倒掉。她说你不能倒。然后就说那怎么处理？我喝一口嘛，就喝一口。她说不行，她说你要不你就得都喝了。他也没给你什么选项，他说你都喝掉，要不你不能倒。然后你们过安检时也有翻译吧，在那儿？没有翻译。没有翻译，万一出现什么问题？那再叫。对，就是现在还能沟通的状态。他就说就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媳妇说这水这很简单，还有哈多water太热了，而且真是退。他那个保温杯，我媳妇买那保温杯，你去厕所倒了去，然后回来不就 OK 吗？不让你去，就很搞嘛。就是让我媳妇说哦，那我走就到啊不行。然后我在旁边就很懵逼，那你得给我一个选项啊！你说这些东西，他都没法解决，那干嘛大家在这僵着？后来我媳妇儿就拿起来就喝了一口，特别烫，然后我就让我媳妇儿走了，我说你进去吧，然后我拿着那个水，然后我说那我必须喝是吧？他说你必须喝掉，我说好吧，你就得喝了。不是，我在那坐着，也不是坐着，有点靠着，然后这儿。我因为我媳妇儿沏茶，你知道吗？热的，而那个热水壶是直接冲拿电那种加热的，特别烫，吹个喝，然后看着，然后再喝一口，然后就跟他在这品茶。我说那就再待着呗，你就喝呗。然后那女的特牛，自己有时候走了，她不跟我耗了，然后自己去里头去了，就是那个那她还算不错了。然后不是她走了以后。旁边有一个男的，然后就忽然间他就直接我没看到他，但是他忽然间跟我说，他说那个就是 so hot 啊，我说太烫了，我真是喝不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到了，然后我说到那里，他说到了，然后我就到了，我说哎，我说太感谢了，他没事进去，就是我觉得就很个人的行为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都是这规定也还好，就太个人了。我那阵儿去坐飞机的时候，就在法兰克福，在我后面有一个女的，她就是拿一个这么点个的笔记本，都已经破的那个壳子都贴东西啊、粘贴那种东西。她是在飞机上工作嘛，然后她下了飞机之后，就等于就有人检查嘛，就直接你从那个飞机的那个口一出来一拐弯就有人检查你，就等于堵着检查你。然后她就被扣那儿，然后把翻译叫过来就说你这个电脑需要交税。然后那个女的说：“我为什么要交税？我没有在你这个地方买，我也没有不是新的，我也不是没有商标，没有任何的那个盒子什么那个，我是用的，因为我用了5、6年的那种电脑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只要这个电脑是什么电器产品，带到了德国，你就得交税，然后就交税，一直交税。每个人我带个手机，用手机还得进德国还交税。对呀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像你说的个人主义，他肯定会有一个这个宽度或者是灰色地带，有的人就。”对你可能OK， 看你很善良就让你过去，有的人他就看你不顺眼，他就卡你。面签官不也是吗？就有的面签官，对吧？我就觉得你有移民倾向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那阵就是因为这个被拒了之后，直接给那个大使馆写投诉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那帮人就直接又给他重审了一遍，
然后又把他那个拒签给他改了，你就必须得比他更强大。同样是贵族学校，只要你在中国你有钱你就能上，但是在国外你贵族学校，像比如李湘、瑞士那种学校，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上的。就我有学生家长，他们也是特别有钱，想让孩子去那种白人贵族学校。然后那个校长就跟他谈，就说你可以进来，比如说你花很多钱，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因为脸就是跟人家长得不一样的，就是亚洲面孔，受到歧视，那我们学校不会管，因为我们学校都是白人学校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他就想进，到最后他也没有选择，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投很多的钱，但你并不占优势。你在中国就不一样，你在中国比如说你有钱你可以吃喝玩乐怎么着都行，对吧？飞国外呀这那，但是在外国你再牛，你再个人，你没有那个家庭地位，你没有那个圈子，你也混不到那个地方。这种边边角角的餐厅才有意思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感谢你的收看。